我们今天要来聊一下航空公司有没有什么潜规则，因为我在外商航空公司真的是没有什么潜规则，所以我们来问一下他们，你们自己在上班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潜规则吗？就是一定要做的事。资深之前呢，你们不是很多这种？有一些小小的小规定啦，像可能学妹跟学姐之间的这种关系，比方说像我们在坐交通车的时候，要坐交通车从公司到机场，会有一种不成文的规定，就是学姐坐前面，然后学妹就坐后面。如果学妹就是你知道。没办法坐在前面，对，那怎么办？那你们会有人真的去叫他，还是就算？那你可能就会比较刺激一点，所以他在飞机上就会被定哦，会比较被关注吧。OK， 交通车上去随便坐。可是你之前不是会往后坐吗？没有，我们没有这种，就是大家随意。我们连行李要放也有规定的，比方说像我们交通车是不是？因为我们大家行李大黑很大，对，然后就会有2侧嘛，学妹就要自己把大黑拉到对面那一侧放行李，那前面比较好放的地方就给学姐放。好辛苦哦，还有收小费也是啊。对对对，学妹，你们也是学妹收吧？没有特别说这件事，可是都会是之前的那个，就比如我们在饭店什么要出发，然后我们不是都会有信封袋，然后大家就会把小费放进去，那全部都投完之后，比较之前的那个人他就会拿起来，然后给司机大哥或者是给行李，就是放行李。对，房间也是之前的最后面拿房间啊。哦，对，这个倒是，因为我们是按照那个加入公司的时间下去，所以你们也有潜规则。比如机长这样拿下，座舱经理就是这样子拿下来。可是因为房间都已经排好了，他也没有什么选，因为是航空公司。我们没有我们是按照那个，还是学姐先选这么多间，然后他这样钥匙，然后就是可能有高楼层啊，10楼先选。哦，这个我们没有，我们已经排好了，所以我们没有那个问题。我们现在应该新的也有排好。啊，这样好麻烦哦。因为就是按照第一次学姐先选，那我如果是最之前的，我就是没得选，就是剩下那间房间就是我的。鬼屋那一间有鬼我也得住。既然是鬼屋饭店，也会一直是排那间，已经很有名，可是还是要排进去。是哦。如果学姐选剩下的，就是你的啦，就是他的曼谷是。曼谷很恐怖，我朋友跟他谈恋爱，交往一直拿到4楼。像机上的工作也是有分啊，比方说像小的一定是要卖免税品啊，没有他们是那个 top sales 去卖。对，我们有一个在卖免税品的 team， 所以都是他们在卖，他们就不用抽成。对，我们是好像就是最之前的会，就是你要做比较辛苦的事情，比方说像卖免税品之类的。我记得有一次我那时候才刚上线，就是傻傻的搞不太清楚，说我到底应该要坐哪个位置。以前在地面的时候，就是教官去教说，我们比较之前的通常就是外面卖免税品或者是做 equipment， 对，所以我就觉得那代表我这2个都是可以的。那我第一次做了 duty free 之后，可是我没练习过 equipment所以我那天就自己坐在 equipment。我那一趟跟公想想，你很白目你看，马上就有人说他很白目，他不能做 equipment， 我傻傻去做就是要去 R3啊。我反正可以飞到一半，然后就是另外一个学姐就有过来跟我说，学妹，你知道这个菜单卖免税品吗？我就学姐终于让我赶快去跟去卖免税品的学姐，就是跟她一直道歉，一直道歉。那为什么他在那个简报室没有说？对啊，他没有说，就是反正我也没有发现啊，我傻傻以为就是。也没说。可是如果是外商的话，这件事情一定要这个人做，早就会有人跟他说，就不会不好意思，一定会跟你讲说，等一下你要负责什么，这个就是直接讲。我觉得他气场很强，人家以为他是学姐，然后就没想到没想到一看圆边，什么意思？小菜还好意思？我现在05是很资深的，05已经20年了，把他的年龄暴露出来，这可以剪掉嘛？他会留着，比较有压力的。有时候真的是跟就是学姐之间的，因为毕竟我们是小学妹，所以就是很多事情要比较听话一点嘛。比较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我们到外站的时候，机长跟学姐他们就是有说，那不然就是下机之后我们就在组员休息室，大家就是喝酒聊天这样。其实我们就有时候就你知道学妹卖免税品很累，想要睡觉，想睡觉。对，然后后来反正我是没有去，对，但学姐到了她都会说，希望大家都可以赏光，以为是什么活动。庙会要穿漂亮一点。对，然后就是反正我同学就有，反正他就是觉得有点压力，所以他就有去这样。后来他就打电话给我说，你快来救我这样子。然后我就假装上去拿食物，我就赶快把我说，学姐不好意思那个我电脑坏掉，我把我同学带走来帮我了吧，就是把他救走这样。如果比较资深的或是长官他们约喝的，我是会有点小小的压力。不去有那个人约我，所以你有没有碰过？那我会去。
不用钱吃饭，吃饭也是要大家可以自愿选择要不要去吗？可以啊，可以。先打听好说，机长要请客吗？机长请客我就去。所以这种是有人请客你就会去。对，然后各付各的就自己吃就好了。如果还要勾搭去，我去干嘛？在房间自己吃便当就好啊。对啊，我们可以他吃想吃的，或者我自己去吃什么肉骨茶。其实下班真的很懒得出去。我们的外商的状况是，假设机长今天约说，大家等下有空可以来吃饭，这比较开放式的邀请，其实我们就可以自由选择到底要不要去，其实没有什么压力。结果万人响应，无人到场。可是我们最常讲的是，我们等一下几点？比如6点半在 lobby， 然后有看到就有看到，没看到就没看到。就是大家都没看到，外商都走一个机长，然后旁边那个 FO 一定要去。他搞不好 FO 压力很大，但是我觉得外国人应该还好。他们会不会也有压力，跟我们一样？学去可能会看。我觉得那个的压力是比较不好意思，怕你一个人吃饭，或是怕你无聊，会赏脸去。但是你要去多久，可他们就可以自己就是决定，自己决定要不要。结果来的是 CP， 可是我必须说，做厂长真的很常出现，因为他们一定会去啊，因为他们会给机长面子，然后也会觉得说我要帮忙 arrange 这个餐会，之后我们会整组的 team 要是大家感情很不错，好像一起做事起来是同频的，我们就会去。我们大部分。有时候机长会请客，有时候我们就会平均，或者机长吃多一点，然后对，蛮常这样子。当机长就蛮衰的，大家都在期待说，期待机长付钱。我那时候比较少跟机场有太多的接触，因为那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就是很害怕，小时候都会听说机长很花心啊，干嘛什么的，所以我们就会跟机长保持。真的，现在开放机长澄清，以前啦。在机上客人会不会给名片，就是或搭讪什么的？你有遇过吗？有客人给我名片说我可以穿服饰上班。我也有，这是什么公司？我忘了。真心在猎才 HR， 想说工作能力不错，会不会就觉得你工作能力？可能觉得我太可爱。而且有时候我觉得在商务舱服务本来就有比较多机会跟客人深聊，你不会问他说今天吃什么，吃得开不开心。如果你是他的服务的这个 zone 的，你就会一直问他，不是陈先生啊，刚刚怎么样啊？他可能就觉得好像这个妹妹应对还不错，所以我可能会想要挖角。你要不要当我的秘书啊？一个要求多少？先开价35000，我就退下。待会你的饮料我就加料，名片扫进去，你请不请我？加你 line。加脸书，那个时候没有赖，脸书。好，不要聊这个话题。没有电话，我觉得这个的话，外国人是比较干练。我不知道台湾的状况，像因为我们外国客人蛮多的，所以这种就是留电话、留名片，其实是很常见。像我们班机啊，不是有很多钻石客啊，有些是真的蛮帅的。我们家的那些资深的姐姐都很积极，就是如果看到很帅一表人才那一种，留电话。留电话的时候不晓得，可是服务的时候姐姐会很积极。平常的时候可能就就是你去，然后如果他很帅，然后又是钻石卡，钻石卡就是 frequent flyer 就很常飞，他就可能就我来，很娇滴滴的声音说我来，分开语。不是香港人吗？所以我们座舱经理有不同国籍，就是你都是之前的去。对啊，我们那这样很多机会啊，之前的都会在经济舱啊。对啊，而且之前很多有些客人都会问说，为什么？在商务舱，或者是像我们以前有头等，就会看到我都比较资深，然后我就说这是正常的现象，因为大部分你刚进的那些新进空服员或是很年轻的，他们就刚进嘛，一定是从经济舱。我要跟大家说，把妹要做经济舱，因为再上去可能没有妹了。你们也是吧？对啊。如果是在经济舱久了之后，比如说多久，它就会升上去。对，当然就看你的表现啊，成绩啊，成绩不错的话，差不多好像3-4年就有机会可以去。后面比较快了，对，后面越来越快。那在商务舱很有可能还是30岁以前的妹妹啦，不好说，应该很多妈妈了。我们在头等跟商务一定是有很资深的姐姐，不用讲，10几20年那一定有，因为我们打商务跟打头等的姐姐没有任何资深，都一定10几年起来。正常啊，对啊，对，附上老婆不用担心，都是阿善。经济就是把妹要做经济舱。今天得到一个结论是，如果你要看妹，看年轻漂亮的，请搭经济舱。可是如果你要坐得舒服，整趟没有被打扰，好好吃饭，那你就坐商务舱。各个老婆记得帮老公订商务舱，对，这个比较安全。对啊，又体贴。对，因为下面都妈妈了。今天非常谢谢小军跟蓉蓉来跟我们聊潜规则。大家如果有想澄清的呢，还是说你有想了解更多主题的，都帮我留言在这则影片下面。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，拜拜。